想不出来。我们刚准备走呢啊，就挪了没2步。风扇有没有用？李亮，但它现在只有60帧了。这个 EGS 60帧，跟大家说一下，现在是28度啊，有没有用？有没有用？有没有用？风扇有没有用？风扇有没有用？叫快走吧！发现我的 OPPO 也锁60了，哎，不是风扇吗？啊，不是尽力了，最强风扇吗？不是尽力了啊。。屏幕亮度比帧率更重要，哦你说对吧？我觉得帧率比屏幕亮度更重要，我就是爽哎120都。看不见，你爽什么？你呢？大家好，欢迎来到离线玩家 Online 的频道呀！这这么个大声干什么呀？非常激动啊！这个五一假期过完了，想好好体验一下这3台新机器啊！但是呢，假期结束给了我开头一棒，好吧？我先来说我的东西吧。一加 S6 Ultra 为什么是 Ultra 呢？因为它的视频水印，包括相机水印里面就是 Ultra， 没有什么至尊版啊。可能就是什么呢？想把这个格调拉高一点啊，然后前置摄像头是1080P 30帧。OK， 1+15T 同款啊。哎呀，我真的受不了了，这个机器卖到了3400或者3500的这个价格，我不想说了，好吧。然后呢是8600毫安时的电池以及天玑9500的处理器啊，就老传它比统了。81强很多吗？天玑9500？我用不出来区别，反正。该下一位了，来，你是谁？来，作为它的同门老大哥，OPPO K15 Pro 加你搁在哪里啊？ 1080p 60的前置，你微哥好吧？但是处理器稍微差点，天玑9500S，啊然后电池也稍微小一点，8000。我有风扇，还有灯，你有什么？还有肩键。我有 Ace， OK， 你就有价值是吧？对对对。但是你没有壳呀，你没有我充电器啊讲了无。所谓啊，不需要。说真的，这个机器如果说拿来这个当备用机用的话，还挺爽的，因为很帅，你知道吗？他真的是绿厂的粉丝，我真受不了了。但是它的运存好像全系是不是只有12GB？ 12G 够了呀。够在哪里啊？打游戏我觉得不够，好吧？我不知道这2个人为什么会吵这么久啊？啊，你的是什么呢？我的是红米 K90 Max 啊，比你多个风扇，比你多个前置108060。还有呢，比我多了个裤衩壳。哎，真的，这个我要给大家看一下来。这个来好他妈丑啊！哎，这个壳大家看到了吧？它底下是这个样子的。这个我要解释一下啊，因为它这个底下是风扇出风口啊，你有风扇吗？不要说话，你有风扇吗？不要。我啊，现在有风，不需要风扇。这台呢8550毫安时的电池，天玑9500的处理器。哎呀，这个最尊的没有风扇怎么办啊？那我们就不转它了，好吧？啊，我们这个风扇都是默认关闭的，那我们今天就默认都开启吧，好好吊打一下你的尊呐。它的这个手机是有什么尖键的，然后我一看，为什么只有一边？对啊，我不是很理解。出风啊？啊！所以说喜欢用右手打游戏，啊，你左手不打游戏是吧？想用右手打。哦，你就一只手打。那们聊什么？我们相真受不了了。关的设置和流程，我们就打在中屏的某个地方，让大家喜欢我们视频，不要忘记了一键3连，打专注。好了，我们开始打游戏吧。来看3台手机王者荣耀的最高负载啊，我这个一加 S6 Ultra 呢是144加分辨率超清，是超清吗？啊，超高，以及自定义最高的画质。都全拉满了，大家都一样啊。这有啥不一样的？你在装什么？ OK， 开打。这都游戏手机加风扇了，还打什么5v5啊？我们直接上10v10好吧？但它没有风扇呀。今你天风和日丽，这个阳光非常的不错，然后呢也没有很热，所以我相信我的散热非常好的。人无我有的尖键，好吧？你们配吗？啊？他们不需要。单击长按下抬起3种。但是实力不够的人才需要尖键，你知道吧？啊实力够的人纯靠手搓。你几百星的王者呀？打爆你，打爆你！好的，朋友们已经进游戏了。这3台手机是最右边的 K90 Max 亮的一撇。你们2台绿厂是在干什么？这个不亮吗？你们2个在干嘛？这在哪儿？够用了吧？我没有风扇就罢了，你呢不？够用啊！它这个看着多爽啊！你们看一下这个亮度，你们再看一下你们，啊，调吧。你们调一下，调的跟它一样啊。 OK， 第一把10v10打了7分钟啊，有点为什么这短。么短呢？你今天怎么这么短了呢？跟我没有关系啊，是我们那个蒙亚的队友非常的猛啊。是你太快了吗？我不快，我是非常猛的，我是猛。别吵了，别吵了。然后我觉得这个负载太低了，我们就开点负载吧。开启着超级 HDR，再开着高分辨率，然后再把4D 震感打开了。你们都是一样的是吧？一样的，一家人呗。一家人。红米的这个游戏中心好像变了呀。啊这是什么新界面吗？ ，OK。然后我看了一下，这里有个独显增强，开个超级分辨率，帧数就不变了。画质设成游戏 HDR，哦，OK。这有个什么画质优先和帧率优先，这个是默认的，就不动它了。然后是一个触控增强，啊，差不多吧，开的好像啊。高哦，你底下好多啊。高，OK，很爽啊。突然发现我这个1加这里有一个
增强网络的选项啊。为什么呢？因为我有一个一加电竞3星呀。哦，网络会有很好的表现呀。不要急，谁没有呢？我好像没有。好像没有。由于我们看了 HDR 的设置啊，然后另外2台这个绿场的亮度有所变化呀，但是我仔细看了一下，还是没有小米高。你尊在哪儿啊？亮度也不够。哎呀，我跟你说，机会说话不让你骂我的好吧？晚上等着。我晚上不用等着了吧？你晚上不好说。拜拜。现在3台手机都调到了一样的亮度了，对对对，是以它为准的，因为它已经最亮了。哎呀，开打吧。小米还没有开到最高啊。这个人亮度调都拉满了，还没我亮。你又在发什么温呢？没有发温啊，感觉自己的操作非常的帅气。刚刚对面一个弼马温啊，不是。什么东西啊？哎，什么东西？夏侯惇和刘备都在我们的线，然后我为什么弼马温跟夏侯惇可以讲错的呀？然后我的亚联3级去断线，直接干爆2个人。天哪，我感觉我的亚联已经炉火纯青了，好吧？干爆了他们其他2个人。干爆其他2个人。第2把王者世为时，赵丽7分钟，对面投了。不行啊你啊！我行不行？你最清楚了，好吧？我不清楚，他不太清楚，他清楚一点。我不清楚啊，你最清楚了。我清楚不了一点，你清楚，你清楚，自己清楚，你们2个必须是他的宝宝。好了，那我们为了凑点时长，好吧，然后我们打第3把，看能打多久。这个太短了，2把15分钟呗。确实，开第3把吧。第3把王者世为时打扰，我突然发现这个红米的亮度怎么降的这么明显啊？哦，很明显降了一档。OK。哇，直接感觉我瞎了。那你帧率呢？帧率没什么问题，但是我好像瞎了，好暗啊！你看一下你们2个，看一下你们2个，快看一眼，看一眼。哦，我可以非常明显的发现这个红米的亮度是降的呀。那你还能拉上去吗？跟他拉一下。我拉一拉。哦，等于是你现在拉满，跟他拉满差不多了。你是拉满的吗？你风扇是开的了。我风扇是开的，刚才很猖狂，刚才啊，我依旧很猖那狂。你叫呢？我还有风这扇呢。亮度表现啊！我依旧很猖狂，我还能了拉上去。别吵了，别吵了，别别吵了，别吵！他们俩在干什么？告诉我，他们俩在干什么？我的表现还挺好的呢。刚刚短暂复活了一会儿，我发现我的操作延迟也变得巨大了，帧率现在是会到140左右。我的一加帧率跟网络没有任何问题啊，旁边这个就是垃圾啊，就是菜呀。OPPO 偶尔可能就142、144这种了。哦，知不知道什么叫狂暴引擎啊？你狂暴了吗？用户狂暴也是狂暴。你还没开狂暴呀？开你也不用开吧？也不用开了吧？你不用开，不用开。第3把王者荣耀10v10，我们打了11分钟，OPPO 全程都没有什么问题啊。我刚刚摸了一下手机的温度啊，就是最低的是这个红米，然后是一加，然后你这个 OPPO 是最烫的，就是明显比我烫多了吧？比你烫多了，我看着。你有风扇的吗？你让你摸这儿了，摸这里。来。哇 ，OK， 然后我的一加呢，全程网络跟帧率没有任何问题啊，然后我觉得有点支棱起来了，好吧？啊，比2台这个没有风扇的选手，哎，不知道到哪去了，该你了。你这个帧率跟网络，你别管，我温度最低，我最凉快。他网络没问题啊。哦，我网络没什么问题，帧率也没什么问题，但是亮度猛降了一档啊，非常明显。对，直接就从遥遥领先变成了低人一等，是不是？低人3等吧。最后2分钟的时候，感觉操作有点延迟了。OK， 延迟巨大。3把游戏之后，我的 OPPO 还有91的电啊，硬要来。终于到我了。我这个一加呢还有93的电，我这个红米呢还有95的电。我觉得这个电量表现还是可以的呀，3把，然后负载又那么高嘞，然后包括亮度啊还是可以的。但一共游戏里面就打了25分钟啊，但是比较激烈，好吧？激烈一点也是可以，时间稍微短一点的。激烈在哪？我觉得激烈，没话聊，不用硬聊，好不好？那接下来我们在这里测测信号吧。OK， 我们已经在微信里面拍了1分钟的微信视频了，现在准备发送一下。左面2台绿场的亮度就是很低呀，怎么办呢？怎么说呀？亮度低，这还不够用吗？反正右边的红米呢就一直比较亮一点。我们现在来发送一下，来吧，3、2、1，爱没爱？等一下，啊，3、2、1，点。哎呀，红米没有导出呀，又亮又没有导出，电还多。OK， 已经发完了。你在蹲什么？你们在干嘛呢？请问一下啊。一人一等。哎，没有低人2等，没有低人1等。哦，低人1等确实，这个一加已经发完了啊。OK， OPPO 就是最慢的。好的，我们准备下载一个 1.6G 的英雄联盟手游安装包来吧。3、2、1，点。中间的一加比较快，差不多了，现在都能下到20多兆，还可以。大家就均分一下下载速度吧。完了。哦，左边的 OPPO 第1啊，第2是红米，最后是一加 S6 至尊版啊，尊在哪儿呢？尊在价格呀。我真服了呀，这2个人。互相在争论谁打谁的。
因为我们要打电话刷抖音啊，这两个人一最后是打直在这里，死康的了。他们两个讲话那个台词真的太恶心了。现在我们3台手机在用电信卡打电话，联通卡刷抖音。慢刷好像没什么问题啊，那我们再稍微快一点。你的右边的红米是没什么问题，我感觉左边2台好像有点黑，好像 OPPO 稍微差一点。对，有点微卡耶。好，我们再最快吧。哦，最快的话，这个红米会有一点点这个加载以及黑屏的问题啊。其实都会有，联通感觉还是红米稍好一点点啊。记得帮我点个赞啊。现在我们3台手机是联通卡打电话，电信卡上网了。慢刷，哎，这个 OPPO 怎么回事？刚刚哎，2台绿场全都卡了，哎呀，看到了吧？都有点卡啊。这个红米刷没有任何问题啊。哎呦，感觉一般啊。你看这个 OPPO， 好卡这个电信，慢刷都不行了，那就稍微加点速啊。感觉红米会好一点啊，然后再最快吧，这一块差距变小了。刚刚红米稍微卡了一下，但是别的都挺流畅的。这个环节肯定是红米会好一些了。打了会儿王者荣耀，刷了会儿抖音，接下来我们要步行导航去他最喜欢的池塘了呀，家人们，接下来我们就开始导航吧。我们看一下3台手机的起点位置啊 ，OPPO 就是明显是不对的，它直接就到那个街上去了。但是呢，这个一加呢，它其实一开始是对的，然后呢，它自己飘到这个边上来了，跟我们现在实际的位置是不太一样的啊。红米就跟 OPPO 是一样的了，那还是一加会稍好一点点啊。我们准备再来刷一下美团呀，先来看一下亮度吧。目前现在在这个阳光直射的情况下，只有左边的 OPPO 会比较暗一点啊。你刚刚是说你有个什么高能户外模式？让我看看有没有焦灼。你的风扇现在是开的吧？风扇现在是开的，应该是拉满了，开的是变频模式。OK，哎，我也有这个功能呀，我也开一下吧。你有高能户外模式啊？有啊，这绿场不都有这个功能吗？但是你没风扇啊。哎，那没关系了，可能我的调度比较好吧。我风扇现在也是开的，这个地 OK 方可以感觉到一点风，我不知道你调度好在哪里啊。高能户外模式正在运行中。 OK， 我们再进美团看一下。哎，但是我 OPPO 亮度没有拉满。哎，啊好像变拉亮了一点了。哦，变亮了。哎，它现在已经比红米要亮了，大家看到了吗？右边的红米它其实亮度是要低一点的，你找到没啊？中间的一加 S6 至尊版也开了高能户外模式啊，它现在就是3台手机里面最亮的，现在3台手机里面最暗的就是右边的红米啊。其实 OPPO 也没有很亮啊，但是呢，它这个亮度自己会掉啊。刚刚它又往上拉了一点了，所以说你们的风扇有什么用呢？哎，我是不是又亮了一点啊？刚刚好像又亮了一点点了。你再拿出来你这个看看亮度就自己在搞呢。反复横跳啊，就没这风扇就可有可无呗，是吧？你要不把风扇调到最高，好不好？我直接给你拉满好吧。啊，你也拉满。 2台有风扇都手动拉到最满了，不用变频模式了。好，欺负你呢就欺负你。我刚刚把风扇开到了那个高速强冷模式啊，非常的屌啊！我感觉现在这个地方直接就给我吹麻了。啊，就裤衩有风是吧？但很凉快是现在你还是没有很亮啊。对呀。你看你等一下会不会恢复啊？你呢？我现在也是最猛模式了，啊，但是好像也没什么区别。那我们就先走吧，好吧？想不出来。我们刚准备走呢啊，就挪了没2步。风扇有没有用？你亮，但它现在只有60帧了。这个1.S6至尊，跟大家说一下，现在是28度，28度啊，28度。有没有用？有没有用？有没有用？风扇有没有用？哎，确实，这个 OPPO 是高刷，小米也是高刷。风扇有没有用？叫快走吧。刚刚在太阳底下走了一会儿，现在来到阴凉的地方了，发现我的 OPPO 也锁60了。哎，不是风扇吗？啊，不是。尽力了，最强风扇吗？不是啊。屏幕亮度比帧率更重要，哦你说对吧？我觉得帧率比屏幕亮度更重要。我就是爽哎，120。看不见你爽什么？你呢？你们有没有在乎过他的感受啊？没用了。现在我们又来到太阳底了，发现2台 OPPO 好像都是90帧了。 2台绿场确实都升了一点帧率了啊，而且能够看到就是右边的这台一加是比较亮一点的啊。这个有风扇不？哎，不，等一下，你好像又变成60了，你再滑一下，你又60了。哎，不对，你是90。不对，你是60了，你是60，你真的是又回到60了啊！因为这边的一加是明显要流畅一点的，然后红米就是120啊，但是它亮度确实不高啊。是120吗？哦120，刚走起来，朋友们。我的一加又变成60了，
反正就是我错了这两个人就一直在60、90吧，反正就是就找到这种。哎，等一下，你们在这个阴的地方，等一下又会变成90。对，一会儿69的，对。OK 啊，我们现在已经走了一节了，现在到这个地方准备拐了。然后呢，这个 OPPO 呢是90帧，并且亮度还挺高的，然后1加亮度也还可以啊，然后它也是90帧。这个小米呢就相对来说比较暗一点，但是是120帧，从来没有掉过帧。而且我们刚刚摸了一下这个屏幕的温度啊，是小米的最凉快，然后其次呢是这个 OPPO 啊，两个风扇的机器确实要凉快一点。1加这个就很烫了。对，你的就特别烫啊。懂不懂什么叫做从来没掉过帧？现在导航让我们往那边走，但是我们不听话呀，我们就直行吧。你要往西走了。往西走了。OK。往前走了20多米，2台绿厂的实时位置是对的啦。OK，然后红米这边是没有变化的呀，继续走吧。又往前走了50多米，我的 OPPO 率先重新规划路线了，是要让我回头走啊。其他2台没有规划，而且这个红米呢是在他们刚刚位置对了之后，大概就5米的样子啊，就已经位置是对的了啊。感觉位置其实也好像不是很对，你看它在里面那条路上。对你稍微靠上了一点点。1加感觉实时位置是对的，但是没有规划新的路线。你跟红米差不多，而且你位置是对的。对。它是在那条路上的，所以你会比它更准一点。对。等一下，我让它往前步用了2步，又重新规划路线了，这我切换到往前走的路了。OK， 但是你这个位置不太对，你这个位置是很明显不对的，已经到那个上面去了，你比红米还要不对一点。对，红米的位置还稍微近一点，最准的是这个，这个没有风扇的。刚刚又往前面走了这个10来米啊，红米和这个没有风扇的几乎同时重新规划路线后面有个人已经开始跳舞了。也算动画了。我们来总结一下刷美团的表现呀。我这个1加呢，我觉得非常的差劲，好吧？但是确实没有风扇，相比另外2台来说，确实也是要逊色不少。反正你们2个就搁那一会儿60，一会儿90呗。但我整体比1加表现还是稍微好一点的，因为毕竟我有风扇嘛。小米呢就是帧率高，我不管，我就是帧率高但亮度低啊。我不管你看不看得见，我就是流畅。但是呢，你也不烫了，到时候这2个机器好烫的，对吧？然后我没有风扇是理所当然，但是你这个有风扇怎么回事呢？我烫吗？你也比小米烫啊。那稍微烫一点点吧，毕竟处理器差一点嘛。现在导航上往那边北走啊，我们继续往西走。但是我的1加 S6 Ultra 的实时位置是对的。OK，红米也是对的。你特意说谁不对呢？谁不对呢？谁不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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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谁不对？谁不对啊？谁不对？不知道谁不对啊？我的 OPPO 走起来实时位置也是对的了。 OK。不是你这才领先了多久啊？你为什么要特意说一下？但是我规划新的路线了呀，宝贝儿。你这个位置还是不对啊？位置不对，但是我规划了呀。你位置不对啊？我规划了呀。你位置不对啊？规划了呀。你位置不对。你们2个是什么？这边吵什么硬吵呗？往前走了120米，我的 OPPO 也重新规划了，但是让我们掉头啊。OK， 那就是还是没有这个谁好呢？没有1加好。谁没规划呀？我不知道你这领先了这么一次有什么好说的？我位置是对的，那也是领先。我位置是对的。别吵了，别吵了，我不拍了。红米和 OPPO 几乎同时规划了往前的路线。我不知道这个人领先了这么一点的叫什么？就爱叫嘛。你让他说一下嘛，这个人都没什么优点了。手就爱叫嘛。我们现在又多了一个路口啊，现在手机的实时位置应该都是在马路对面啊。等一下，等一下，怎么只有我在马路对面？为什么？只有你啊，只有你在马路对面啊！只有你是小丑。你这个 OPPO 在马路对面哦，而且我们没停啊。你看这个1加是在马路这边的没有问题，但是它位置不太对。红米是最好的，朋友们。最好的位置是在这一边的，但是你的规划路线其实是在对面的，但无所谓，你的位置是对的。OK， 你别管，我不爱规划来。那对面就对面嘛，又不是看不懂地图嘛。我们在这里等一下，看有没有什么虚中行走的问题啊？目前看的话，3台手机都是没有虚空行走的问题哦，但是3台手机的位置都有点偏差了，朋友们，就都在这个马路的这一头啊。其实我们是在上面这一头的。都不太对。OK 啊，我们又过了一个马路了，到了这个调理点下面了。只有这个中间的1加呢，它的位置，它的规划路线啊是在这一边的，你们其他都是在对面的啊。但是位置都是不对的，朋友们，所以你们就都上去调理吧。经过调理点了呀，我这个1加的实时位置呢，也就是对的，但是规划路线还是在马路上面。OPPO 没有任何反应啊。OK， 红米的实时位置也对了，但是规划路线还在马路对面。其实红米的位置还可以。好的，朋友们，导航结束了呀，这把导航用了44分钟。我现在总结一下1加 S6 Ultra 的表现，我不知道怎么说，你知道吧？就是一般，感觉3台都大差不差。然后我这个呢，就是可能后半段的这个实时位置稍微
好一点点。规划路线好一点啊，规划路线。红米才是那个实时位置好一点的。哎，已经乱了，就是已经搞不清楚谁是谁了，你知道吧？反正差不太多吧。那你是什么好呢？我让他们俩好一点。嗯。我们导航期间还刷了15分钟美团啊，现在 OPPO 只有80点了。多少？80啊？一加83。哦，红米84。哎，那你还好一点，但你亮度低。别管我流畅，我好， 120。现在我们要导航，哎不，现在我们要走去太极中午吃美味小零食的地方了。OK，我中午不吃，不是你吃吗？哎呀，你想吃，我给你安排一点，我给你安排一点。我们走吧。我们已经用了1小时34分钟的手机了，现在是中午的12点14分。然后呢，这几台手机都没有记录桌面时间呀。时间也都差不多吧，就看你们以你们两个为主，最后面我们再加一下那个屏幕使用时间吧。OK， 快去吃吧，你们两个。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信号很差的厕所了，两台绿厂的环境色差不多，比右边的红米表现好一点，但是中间的一加屏幕是有点暗了呀。对，而且我们已经调整过自动亮度了。现在我们用他们的联通给他打一个电话点。哦，一加跟红米先通了。中国联通。OPPO 还没通，我们 OPPO 再重新打一下试试啊。还是什么意思啊？算了，我们放弃了。我们现在在微信里面发送一个表情呀。3、2、1，点。OPPO 直接不通啊，网络啊，另外两台都发的很快啊。哦 ，OPPO 发出来了，但是慢一点。但他自己没有收到，他也收到了。我们现在进入到微博里面了呀，只有中间的一加刚刚刷新上线的内容，其实我们已经等了一会儿了呀。左边的 OPPO 跟右边的红米都没有任何的反应。一加再刷新一下看看。哦，还是一加强一点的。右边的红米显示已经网络出错了，哎，左边的 OPPO 也一样，网络出错。我们现在进入到抖音里面了呀，只有右边的红米说出了新的内容，但也是黑的嘛。对，那红米单独刷一下吧。但是画面刷新不出来呀。那就这样吧。我们现在已经切到电信卡了呀，先来打个电话吧。3、2、1，点。哎，什么意思啊？一加怎么突然结束了？OPPO 打出来了，红米打出来了。我们一加再重新打一次看。哦，正常了，正常了。刚刚我们都在看那个一加的时候，红米自己在后面偷偷把电话挂掉了。刚才我们打电话的时候，把一加亮度重新调了一下，它现在屏幕又变暗了。什么调度啊？这个？那个刚刚好像刷新出内容了。对，但是有新的内容出来了。又是只有它。右边的红米呢，就是没有新的内容刷出来。左边的 OPPO 直接红米刷出来了。那我们红米和一加再刷一下看。3、2、1，送。哦，还是一加。我们现在进入了抖音里面了，但是手机都刷不出来新的内容了呀。我们尝试一下点评论区吧。哎，等一下，红米又刷出来了，哇！但是还是黑的呀。2次都是这样起状。哦，一加也有了。一加刷刷看。哎，红米的图好像能显示一点。那他们俩在评论区看一下吧。3、2、1，点。哦，也就这样了吧。哎，一加还是好一加出来了。好了，那在这个搜索里面呢，联通的话就是一加最强啊，然后呢，电信的话呢是一加跟红米比较强，但红米略弱一点，并且呢，这个一加跟红米都出现了这个自动挂断电话的情况呀。OPPO 还有一次没打通的情况吗？对，我觉得一加这个网络真的是夯爆了呀。好的，3台手机到地下来扫一下墙上的微信二维码呀，然后他们都是联通的4G 网，来吧。哦，速度差不太多啊。现在我们离那个二维码大概有4到5米的样子，有些手机已经放大了，别管了，来吧，3、2、1，走。不出意外啊，没有成交不就是扫不出来吗？往前走吧。往前走吧。对。哎呦，一加哦，然后是红米。这个 OPPO 纹丝不动的，你看换个角度看看呢。换角度好像也扫不出来啊。记了呀。它出什么问题了？它刚在1米的时候还扫出来，你重新进一遍。你的 OPPO 我们先到这个很暗的地方来扫一下，来1米。哎，几乎是同时扫到哦 ，OPPO 稍慢一点点啊，现在是3米，来吧。哎呦，中间的一加稍慢一点啊，它放大还是挺快的。饭前我们还是准备打金铲铲啊，2台绿厂都是最高120加至臻的这些。OK， 你也是呀，一加也是呀。屌爆了！又屌爆了！红米165啊！
至臻、超轻，全部拉满，家人们。小飞机能稳住165吧？啊，这么强奖励你当啄木鸟，好吧？啄谁的木啊？啄木鸟。我怎么知道啊？你不是木吗？他要我肯定稳不住，我们就都120吧。好嘞，我们刚刚进游戏，朋友们，这个一加呢，这个已经是最高了呀，这个亮度，你这个也是最高了呀，就不是很亮啊，这两台绿厂。但红米是比较亮的，所以现在把红米的亮度就拉低一点了，跟他们拉差不多。你好像又太低了，你再拉上来一点。你基本也拉满了吗？他刚刚是不是又降了一档亮度啊？对，刚刚在调的时候降了。话还没说完，这个一加呢，大概就是90到100帧之间了呀，怎么说啊？ OPPO 强一点啊，比它多了10帧吧。你呢？不是，他们两个说我肯定稳不住165。你们的风扇都是开着吧？对啊，你也开着吧？风扇是变频模式啊。那你们就都开最强呗，直接拉满，好吧？我开什么啊？我开心是吧？你开心吧？开心吧。你等它锁到90之后就开那个电竞模式吧。OK。我们打了5分钟左右，3台手机同时锁到90帧，并且开启了电竞模式。开了电竞模式玩了没2分钟，我的 OPPO 怎么锁60了？你的风扇也是最强了吗？风扇最强，并且开启了电竞模式啊。那就这样了呗，你亮度也不高了呀。我这一加开游戏模式之后呢，是回到了110帧，完了之后没1分钟，开回了90。我这个红米现在也是开了狂暴模式啊，用狂暴啊，90帧。80啊！啊，你也摘壳吧，你也。而且这个亮度啊，降得很明显啊，对，降得非常的，已经拉满了，家人们。家人们，这摘了头有点烫啊！哎，西北，好他妈烫！说母语了。我刚摸了一下3台手机啊，是这台 OPPO 是最烫的呀，然后一加呢跟红米差不太多啊。红米就是这个顶上烫，你知道吗？对，底下还好。刚刚听那声音啊，明显这两边比我大多了，这个声音比你大多了，还比你便宜。哎呀，还有风扇。甚至还有按键，这玩什么？上来桌子算了。一加现在60帧，就一直在60呗。从更新来之后一直是60。你呢？哎，我这 OPPO 偶尔会90啊，90、60浮动吧。想不到吧？红米120啊！你就是90、120直接浮动呗。对。OK， 那你这什么意思呢？我就是呀没风扇，然后呢调度又很拉，声音又很小。自己不行，就喜欢用一些大的东西来伪装，你知道吗？大家看到了吧？这个大碗又来了呀！大碗先生就是大碗。今天这菜很好吃吧？你看一眼来。反正我待会也吃不到，我要抢，要不然都被你吃了。这把游戏打了39分钟，我的 OPPO 无论开不来性能模式，无论风扇调多大，这个120基本都是稳不住的。OK， 它最后开了性能模式之后，也是在60、90浮动，大部分还是60帧啊。我从来没见过120。刚进游戏就是给我搞到了100左右，然后是90。后面开了游戏模式之后呢，短暂回到了100，然后就是自从进了这个餐厅之后，60没变过了。我的红米K90 Max， 这个调度还是非常猛的啊！他们两个说不准我开165，但是我稳120还是稳了挺久的。一直在模仿你。到最后20多分钟的时候，也是90到120之间浮动。这个游戏调度还是非常狂暴的啊！但是它在外面那个比较亮的地方，那个亮度就有点差了。但进来这个温度下降了之后，感觉亮度就还可以了。就它亮度感觉有点怂吧，温控比较严，温度一升高，它亮度就降了。你以后离我远点啊！别坐我包上了。我谁坐你包上了？K90 Max 还有68的电啊！一样，1加68。OPPO 只有61了。你本来就小一点嘛，对不对？现在打完游戏了，我们把风扇又调回变频模式了，菜马上齐了，等会儿把手机给大师拍照吧。朋友们啊，来看一下啊，这个已经装满了呀，这个好吃好吃。这个饭我没装呢，你也没装吧？我没装啊，都快没了呀，这都不够我们2个吃啊。再要一份，再要一份。你他妈还护食呢，我给你发走。好的，菜上齐了，等了蛮久啊，我们差点就可以免费一个菜了呀，好可惜哦，大概差30秒。要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刚刚这一台 K15 Pro 加是吧？它这个按键啊，有点太靠下了。我刚刚一直在解锁，然后我摁的是这个音量下键，我说怎么就坏了呢？这个音量下键就被你玩坏了。对，就是摁，什么叫被我玩坏？什么意思啊？1倍拍全部的菜，2倍拍单个的菜。1倍这一张从取景器上看，我会更喜欢 OPPO 的一点哦。这个一加是不是防抖有点问题啊？它现在是软件的问题吗？为什么我们之前测一加的时候，那个长焦达到10倍，它就会有那种微小的颤抖，但是现在我在2倍，它也有那种微小的颤抖哎，这就是2倍。这台有吗？确实，1加能看出来。有吧，微小的抖动吧。除了这个抖动之外呢，我是觉得1加好像拍的好看一点，就美食啊，感觉它曝光什么的会好一点，而且显得会
比较真实一点，因为 OPPO 这个也不算好看，红米这个就颜色确实就偏冷了，感觉颜色好深啊，不太好看。美食的话，大家就选自己觉得好看的吧。除了1倍之外，我可能更喜欢一加的一些啊。吃饭期间我们就看 B 站的1080P 原画的直播呀，并且都统一的亮度。OK， 现在亮度没有很大区别，开吃。什么意思呢？第2碗了啊？第1碗呀，这吃完了。朋友们跟大家说一下啊，我们呢4个人点了6个菜，这里是提倡1人1菜的啊。虽然说有2个菜分量可能小了一点，好吧，我们又加2个菜，就是因为这个人，而且有一些菜我就只吃到了2口就没了，什么意思呢？不是故意的，不是故意的，被恶魔诅咒了。而且我添饭，朋友们，我这么小一个碗，我都没有添满过，我顶多现在就是1碗饭左右的这个量。这个人这已经是第2碗了，这么大个碗已经是第2碗了。新的菜上来了，让我们赶紧加，不加就没了。然后他催我让我拿勺舀，我的天哪！我已经麻木了。OK， 吃完饭了呀，好爽呀！我们现在来刷刷信息流吧，然后等会儿坐地铁去南门口啊。你怎么刷2台呢？有人去吃小零食了呀？哦，双管齐下，你不是晕碳了吗？啊，我没晕碳呀，今天吃的还好吧？还好啊，2大碗。以后生米冲碳，好吧4个人，8个菜，我反正没有吃2个菜。我们一开始点了6个菜，我感觉他一个人都吃得完。你是没吃饱呗？他俩吃太多了，吃太快，有点晕碳了。我再喝点东西顺一顺。你晕碳喝果汁儿呢？这就是罪魁祸首。之前樱木跟我一块吃饭的时候都是这样子，然后刚才我就是透过鱼缸看一下这样子。跟你吃饭不抢是真没东西吃，你还能透余光吗？就跟打仗似的，我的天哪！太恐怖了，真的。刷了10分钟抖音了，现在上地铁了，我们该换小红书了。OK， 看了10分钟的小红书，现在换淘宝了，来吧。上次刷了很多玩具，然后都是这种推送了，非常满意啊。我们一眼上面刷了30分钟信息流，3台手机都没有什么问题。现在我 OPPO 还有51的店。 OK， 一加60的店，你怎么还灭了呢？哦，红米59的店，我们今天已经使用了3小时38分钟的手机啊，加上10来分钟的桌面时间的话，就是4个小时左右。那哪里会4个小时呢？瞎讲是吧？你也晕碳了？哎，我也晕碳了。3小时50分钟左右。接下来我们就步行轨迹穿一下南门口的巷子。用什么软件呢？杜甫江阁。用你的百度地图。走吧。我不想跟他们2个玩了，我们一起玩好吧？他们俩都没记录就开始走了。长得特别像王老吉啊。不像加多宝吗？走了11分钟到目的地了，先看一下3台手机的起点。起点只能说这个中间的一加有点拉完了，因为它到路上去了呀。其他2台还 OK 吧，都差不多是在这个位置啊。进那条巷子，哎呦，我的天哪！我的天哪！只有中间的一加是准一点的，看到没？它是比较靠近路的，小米就飞上去了。OPPO 也上去了好多啊。对，这太扯了呀！回头路不言而喻了吧，朋友们，就是小米是非常精准的呀，没有问题啊。这个一加就稍微差一点。OPPO 你在干嘛？O 呀，O 呀，O 是吧？对啊，iPhone 啊，就是一个这样的形状啊。好的，接下来路呢就还是这个一加会稍微准一点点，大家看到了吧？然后呢，小米啊飞上去了。这个还好，但是它后面这个转弯，这个 OPPO 是怎么回事呢？它怎么又被 V 的呢？我太不懂了。我看不懂啊，它为什么？你看它完全错了，后面这条路你往后拖一点，你看这一整条路它全部到上面去了，看到没？我们是在下面这条路走的。拉完了，拉完了，拉完了。其他2台小米会稍微平缓一点，但是也是在飞檐走壁的。一加就差一点啊。学校门口这一节呢，小米还是比较好的，大家看到了吗？它会也比较在这个接近路的边上，而且它这个转弯非常的直啊。然后你再看一下一加嘛，稍微弯一点，然后呢，它这个路也不太对啊，比较也是边上了。OPPO 就不说了，好吧，越来越拉了。后面到那个弯曲的小巷子里面呢 ，OPPO 这边还显得弯折比较明显一点啊。这个一加呢就弯折不是那么明显了，小米也不是很明显了。但是到了那个上面之后呢，最准的就是中间的一加了，它跟我们实际的位置在2栋楼之间是非常接近的。小米就稍微靠上了一点，你这边就整个感觉往上偏了。对，都不太对，很奇怪啊。接下来这一节呢，就还是中间的一加会比较靠近路一点啊，是比较接近的，没怎么偏出去。小米呢就也是往上飞，OPPO 也是往上飞，算了吧，你们2个真的挺差的。接下来开阔的古潭街也是一样的，也是中间的一加是比较靠近路的，但是它最后还是出来了一点啊。
小米就完全没在路上拼上了。OPPO 就更不说了，真差呀，真差吧？那就只有一加整体是比较好一点的啊，其他2台就是飞檐走壁，但有的地方可能稍微好一点点吧。我在记录的过程中，我就看着这个轨迹，觉得挺拉的，没想到还有人更拉。哎，谁更拉呢好久没有见到这么拉的手机了。我现在 OPPO 只有49的电了。 ？OK 一加57。OK 小米56啊，这2个就差不太多啊。那接下来就在这里拍拍照片吧。好的，朋友们，来到这几台手机最不重要的拍照环节了。现在你花3000多块钱只能买到2颗镜头了，懂不懂？非常的棒啊！3台手机全都是4K 60帧的后置啊，直接拍了啊。今天这个环节我们就少搞一点，我们就不拍人像了啊，也没有夜景环节，就这样啊，直接1倍向咱们走过去，切也不切了，慢慢走。好，这就是慢慢走的这么一个效果了啊！这是对着他的脸，我来看一下，比较真实的还是中间的这台叫什么1加 Ace6至尊版啊，这个小米就显得有点发蓝了，然后这个 OPPO 就显得有点红红的了，中间的1加还是会相对来说真实一点。好，现在开始慢慢走的转圈，你看这2个人呢，就一直要站这种前后的，没办法啊。刚刚经过一点太阳，有看到眩光没啊？主要是有个人喜欢骚扰，就没辙啊，对吧？是不是啊？他不理我。问你呢？现在我离远一点，向他们跑过去。现在是跑动的。好，大家感受一下他们的防抖啊！现在是跑的转圈。这个 OPPO 拍出来就感觉像秋天一样，这叶子好黄啊！现在明明是春天啊，小米这边就显得背景有点过曝了。我还是比较喜欢中间的1加的效果啊，但是大家从成片看，喜欢哪个就选哪个吧。经过了一小段时间的录制之后呢，大家可以看到小米这边的亮度是比较低一点的啊。现在我们准备用前置来录一下像了，只有中间的这一台1加啊，它是1080p 30帧，没有办法，太尊了呀。其他2台最高都是1080p 60帧，那我们就这么录了啊，这个太拉了呀，这个。OK everybody 啊，我来做一下前置视频的录像啊。我只能说这个某 Ultra 真的是拉完了，好吧。然后现在它中间还显得蛮自然的，颜色倒是不错啊，但是真的这个真理我不敢恭维。但我其实个人觉得左边这是哪个呀 ？OPPO 也还可以吧。对，有点血色，其实是的。对，显得还红红的，好看一点。来，小米就开跑，好吧。我每次跟着你跑。好，转一下，看有没有眩光啊。3台反正没有什么可以肉眼看见的这种眩光呀。其实它中间就帧率稍微低一点，我觉得拍出来也不难看吧。对对，那如果说给个60帧，我觉得就。哎，小米这个是不是高光这里过曝了？对对对，好明显的啊。对 ，OK 吧？OPPO 还可以了，绿场整体都还不错，录1分钟就可以了。OK 了，拜拜。现在我们在太阳底下啊，一个顺光。直接用前置的拍照模式来录一下，不是来拍一下这个前置的照片啊。然后大家现在可以看到，就是左边这个 OPPO 的亮度非常的低，好吧？小米这个亮度也不低了，其他2台还可以啊，就 OPPO 亮度比较低了。来吧，3、2、1，现在是逆光啊。刚刚有一点忘记说了，就是小米这边它默认会缩到0.8倍，其他2台都没有缩啊。然后现在这个逆光情况下，大家应该是可以看到一些眩光的吧？小米这边就是整体曝光都比较高，但是2台绿场这边呢，就是底下会有一圈呢。我们拍一张吧，来，视野确实还是小米这个比较广一点啊。直接用拍照模式来拍一下人，来吧，先是逆光，他手又在他后面了。哎，感觉这个拍照不多说了，你们就自己看吧。哎，红米的这个取景框真的显得好过曝啊，感觉它这个 HDR 什么的有点实时预览的有点差呀。2倍这个中间1加真的会有点微抖嘞，感觉它那个防抖没调好。我最喜欢的应该是 OPPO 啊，再顺光拍一下，这一次就不拍超广角了，超广角就都只有那个样子啊。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现在这个屏幕亮度是不是中间的1加非常亮，它比其他2台感觉明显要亮一点。小米是比较暗的。其实你要说真实吧 ，OPPO 这个不真实，但是我觉得还挺好看的，因为现在太阳还是比较大的。再随便拍拍景啊，一些街景这些东西的，最高就拍到个10倍吧啊。确实1加这个蓝天啊，包括树是显得会比较真实一点的啊。小米这边就感觉对比度比较高一点，1加这个防抖绝对有问题。它在1倍的时候，我感觉到防抖也有点那种微颤的。哎呦，5倍就更抖了，是不是中间这个1加非常的抖？
是不是？抖你看动明显多很多。你看 OPPO 明显就没有那么抖了，你看它一直在这边晃呢，看到没？它那个光学防抖，小米这边也不抖啊，就它在这晃。但是它颜色的还原确实还可以吧，都是这样的一个镜头配置，只有 OPPO 最高是10倍啊，其他2台都是20倍的，我不是20倍了，就拍10倍吧，因为10倍我从取景框那边来看已经非常惨了，但是它后期应该是会有一些 AI 的。经典杜甫江阁也来2张吧，现在因为是逆光的，也看不太清楚这个屏幕，大家就看一下照片吧。反正呢，大家对这几台的拍照应该不会有特别高的期待啊。这里我就只拍到5倍了。哎呀，这个一加我真的好难对到我要拍的地方呀。OPPO 的防抖明显好多了呀。再拍一下这里的招牌，有红有绿啊，主要是看一下颜色吧。这里的话，我就觉得一加的颜色不是很准了，它显得有点太亮了。它把那个红色拍的有点浅了，小米跟 OPPO 其实都还可以，这里也就拍到5倍了吧，拍完就不拍了。一加我反正从屏幕上看，感觉有点偏橙色啊，它偏橙的那个程度是最明显的。刚拍完照，我们再来看一下微信视频通话的效果啊。这个微信视频通话我感觉是中间的这个一加会比较的真实一点啊。然后呢，OPPO 就还是有点偏红了，小米这边就感觉暗暗的啊，其他的都没什么很大区别吧。小米的这个前置镜头是最广的。画质上也没有很大的区别。这个后置镜头的话，小米这边就是视野最窄的了，它的鞋子你都看不到了啊。然后其他2台都是能够看到鞋子的，它那个取景范围没有很大区别了。然后从画质上来看的话，也没有很大区别。颜色呢，区别也不是很大啊，都还可以吧。那我们就打10分钟吧。主要是那个谁，他去又饿了，对不对？进食去了。对，我吃太急了。对，吃你了，对吧？吃太急了啊。然后呢，被他抢完了，何异味啊！你刚为什么要骂他？他说他只拉了一点点，没有拉完，一会儿去那边还继续拉，搁这儿贷款了，搁这儿。少量多餐呗。确实是，一个人都坐那边去了，还听不见我骂他，畜生。刚刚打完了10分钟的微信视频通话，接下来我们要车载导航去河西后湖，用高德地图重点看一下他们在隧道中的导航表现。看一下电吧。这个 OPPO 还有40几啊，44，一加还有52，红米还有51。OK， 满意吗？你是来拉屎的吗？你在说什么呀？朋友们，离线第一翘臀了。我们已经上车了，3台手机都有3D 车道级导航啊。现在要左拐了啊。好像是左边的那个 OPPO 会比较快一点啊，其他2台稍慢了一点点。再看一个右转，好，现在正在转，右转区别感觉就不是很大了。醒了？睡着？我没睡觉啊，就你们要在干嘛呀？我们2个在进行友好交流。什么友好交流？他为什么要骂你？我也不知道，我就喝了一口他的水，他说 OK， 然后喝了一口他这里的水呗，放在这的水。他的饮用水啊，然后放回去之后他就骂我。我们就要进入到隧道了，我们是在左边车道，都没问题啊。OK， 已经进来了，都在隧道定位中。中间的一加亮度降得好快呀！我们即将要进入到那个弧线行驶了，3个手机差不多吧，没有特别大的区别，几10米的区别，都还算比较准的。我们刚进入到这个弧线，我们即将要进入到那个岔路口了啊，就快要进了。OK， 3台手机都有一点点滞后啊。对，好，我们已经进来了，都滞后了。OK， 一加是最快的。一加闪了一下，小米也闪了一下。好，一加进去了，红米进去了，那就是 OPPO 是会慢一点了。你看它还卡在那，还没动，完了呀！环境越来越亮了，大家已经看到了不？它卡在那了，这时候就能试出来东西来。你看，好，它应该要跳了。我们已经到这个出隧道口子，已经变很亮了啊！马上汇入到主路了。OK， 它跳过来了，它直接跳到这里来了。那 OPPO 还是比较差一点的，其他2台差不太多吧。你为什么会知道我在拍呢？有蜘蛛感应。你旁边确实有蜘蛛。导航了10几分钟，终于到目的地了。整个导航过程中，主要是左边的 OPPO K15 Pro 加有点问题，尤其是我们快要驶出隧道的时候，它的那岔路口就卡住了，最后我们看汇入到主路它才跳出来。而且整个过程中，它的车道定位也会稍微差一点，其他2台表现都还可以吧。
现在 OPPO 还有41的电，一加还有50的电，小米还有48的电。现在是下午的4点22分，我们用了4小时44分钟手机了。哦，iPhone 17现在已经没有电了。又是 iPhone 17了。对，现在我们用支付宝扫一下中小单二维码吧。你不是要开大吗？谁说的？你不是留了一点吗？我没有啊。好的，我们现在用支付宝来扫个二维码啊，不是。哎，中间的 Ace 是最快的，其他2个还是看广告。OK。好，我们现在来扫一下这个美团充电宝。啊，这几乎就是一样的了。好的，我们现在在这个信号比较抽象的书一小院草，它今天又有 BGM 了，因为他们有什么泰式的新品啊。然后呢，我们已经在里面拍了1分钟的微信视频来测一下网速啊，点。啊，同时拍完的这次都有导出 ，OK， 看谁导的比较快一点。对着太极是会快一点的。它没有啊，中间的你比较快啊，你看，对，对着太极会比较快一点，对着大师比较快一点。哎 ，OPPO 也开始发了，红米导的这么慢啊 ？OK， 一加已经发完了 ，OPPO 也发完了，小米被抢了吧？这红米它导都没导完 ，OK 吧？白天不是不用导吗？它发也发的不是很快啊。OK 吧，红米是最慢的，因为今天我们来的比较早，这里人不是很多，感觉网速还挺快的，所以我们就下载一个379兆的一个叫什么疯狂动物园啊，点，哇，这里速度很快，2台绿厂的都很快，连到5G 网非常快啊，但是哎，这个小米怎么未接完了？红米为什么是连接中啊？这个小米就被抢完了呀。OK， 这个一加一下完了，他们这跟外面区别不是很大啊，因为今天这里人确实不是很多。下载失败，看到没，红米完了呀，其他2台全都下完了，连接中，继续。他们没有识别出来软件，是不是有什么问题？什么意思？我来妙手回春一下。下载中啊，有了。我们重新点完之后，它没人跟他抢的情况下，也能到10几20兆的样子啊。那这个怎么？哎，它现在降下来了，啊，它又没了。你看，就是没有了。那红米就是这样了，我们也不等它了吧？好吧，这太夸张了呀！它现在就是没有速度的。我们还是打王者荣耀10v10，144帧，什么东西都拉满了，均衡模式开打。那些负载都拉高了吗？拉满。3台手机游戏内的亮度也被我们统一了一下，红米还是老样子，进游戏的时候就降了一档亮度，非常牛逼。这游戏打了快7分钟，我发现我的 OPPO 怎么120了？你的风扇是开的吗？开的很强啊，风扇很强啊。强在哪？我的 Ultra 达到120了，在他说完之后啊，然后我听一下，哦，我没有风扇啊。你们？哎，我的红米还是144，非常的稳啊。OK， 电竞模式启动。那你起吧，你也起啊。我也起。哦，140了，回来了。OK， 哦，我也140了。OK， 这个逼装不下去了，红米锁60了。锁60帧啊？对，这把已经打了9分47秒了，红米现在是60帧，给它开个狂暴用户模式。哎，可是你刚刚这里显示的是120哎。这里是60，现在144了。然后 OK， 狂暴之后就144了。这把游戏现在打了13分钟了，刚刚狂暴模式开了4、5分钟吧，现在是130、110 ，OK， 110几、120，一直在这跳了。你这也不行啊，你风扇开最大了嘛？风扇最大吧？它这种时候不应该默认开最大吧？哎，我的144很稳。那你把壳摘了不？你把壳摘了，你们都摘，把壳摘了，把壳摘了。烫啊！别摘，好，别摘，120，好吧，120你别摘了，哎呀。这把游戏打了15分钟，我的 OPPO 也撑不住了，也是120了。那就只有一加，现在还是 OK 的了。哦，怪不得它要至尊呢。那真的呀，我们现在店里面真的好热呀，它没开空调呢。是啊，比外面都热。第一把王者之威池打了15分钟，我这个一加的表现呢，我觉得还是可以的呀。前面这个没有开游戏模式之前呢，这个帧率也就是掉到120了。开启之后，另外2台有风扇的选手都很拉呀，掉了120之后，我还是144，一直到游戏结束，非常爽。这个风扇没什么卵用啊。你那个风扇感觉一般。红米 K90 Max 呢，就是第一把王者荣耀9分钟左右的时候锁到了60帧。你为什么要用气泡音啊？因为我没有咽下去。切换到狂暴模式之后，第13分钟左右又锁到了120帧，也不是锁到120帧嘛，在这心电图一样的波动。那个风扇卵用没有？OPPO 的均衡模式表现会比红米好一点啊，也不算好很多吧，因为它是锁到120，不是锁到60。它的性能模式打到了14分钟左右，也是锁到了120帧。我感觉整体的机身也挺烫的，它旗舰网络还出现过10秒左右的黄色延迟的情况。OK，
你们这样表现会让我很轻敌啊。那我们再打一把吧，我看你还能坚持多久。 OK，你们主要又不摘壳，又说烫，那怎么办呢？第二把摘了吧，第二把我们把壳摘掉算了。他们不敢。你们不敢？不行，快摘快摘。我的 OPPO 刚刚提示温度过高，高分辨率暂时失效。那现在不是还是能调到这吗？啊，当设备温度较高，高分辨率自动失效，那我们就不管了吧，它可能会自动失效的。那确实挺烫的这个手机。而且刚刚跟大家说一下，它这个上面这个按键啊，我们以为它是可以在拍照的时候用的，但实际上是不行的，你手指不要挡住好不好？好烫！它是不能够用在拍照的时候啊，它只能够选择什么2下去开启别的游戏什么的。哎呀，我服了，这个边框好烫啊！虽然说这个要求是我提出来的啊，自作自受了。对啊，我要带了，我真遭不住了。啊，你就不喜欢戴呗？他就喜欢戴，他要戴。真烫！为了我的安全。那你戴上吧，别闹事你们都戴上吧，你们都戴上吧，快点戴上比较安全一点。朋友们，这个人真的是个出身呢，你看，他还加什么红豆味的糯糯猪和芋圆，你中午没吃饱呗？你中午吃那么多啊？中午吃饱了，你还搁这喝粥呢？终于饱了。我杀了17个人了，我服了。我是全队人头最多的，然后现在我们还是劣势，这队伍他妈好菜呀！我操，受不了了，都出征，干什么？我1杠6，我菜吗？出征。是把游戏打到12分钟左右的时候，它的电竞模式的 OPPO 锁到了120帧。然后现在已经结束了，刚刚结束的。这3个手机都是我们在进游戏之前都打开的游戏模式啊，就只有你掉了呀，你没撑住啊，是吧？而且最后也有打了12分半，对再打久一点，说明他们也不行。就硬来是吧？那为什么不多打久一点呢？那为什么不多打久一点呢？因为太热了，我们出去打吧，受不了了。我们的奶茶店太热了，实在遭不住了。我们现在逃跑出来了。现在我的 OPPO 还有27的电，我的一加还有39的电，我的红米还有36的电，我们今天已经使用了5小时28分钟。接下来呢，我们放20分钟的视频吧。好，我们刚刚看完20分钟的 B 站4K 60帧视频了，现在我们已经用了5小时49分钟的手机了。本来呢，我们的流程到这里就差不多了，但是因为拍照少了一点，然后早上的游戏打得快了一点。啊，王者是快了一点的，少了一点的。快了。你怎么了呀？你刚刚进去排泄了一下，怎么感觉把你的脑子排出来了？虚脱了，太舒服了。他吃饭的时候也是说很舒服。然后因为今天的流程稍微短了一点啊，我们就在这儿下个粥来打把粥。错，是三角洲。红米现在还有33%的电啊，一加还有36的电，你还然后呢多少，OPPO 还有24的电了， 24了，能存活吗？我感觉不能了，感觉一般般啊。本来想走高清165帧的，但是呢，同为天9500，这个红米居然能开到什么？能开到高清，但是我的这个一加只能开到低档的这个叫精致啊。然后呢，这个 OPPO 跟我一模一样。哦，OK。那我们就都统一成这个精致165吧。然后由于我们不太熟这个游戏啊，但是也稍微玩过1-2次，我们就决定统一一下玩这个0号大坝的这个地图。啊，最喜欢的嘛，对不对？最喜欢的。对对对。我们现在进入到游戏里面了，先来看一下亮度。啊，亮度就是 OPPO 是最低的呀，然后你其次吧，红米是最亮的，那你们就保持跟红米一样嘛。红米这个亮度现在看着会比较舒服一点啊。OK。我刚刚看了一眼，我觉得按键在粥里面也是可以用的，也是摁下抬起和长按3种啊。0号大坝打了20分钟啊，3台手机都没什么问题啊，基本都是在165赫兹啊。现在呢，我们今天的整体流程差不多就结束了啊，上面显示时间是6小时25分钟，没有记录桌面的时间，算成15分钟的话就是6小时40分钟。而且今天其实我们游戏负载这些还挺高的了，对，而且我们有拉得挺满的了风扇的也都全程开着嘛。最后我的 OPPO 还剩13的电。 OK， 我的一加还有28的电，小米还有22的电。OK， 那你感觉还比较猛啊？哎，我确实啊，感觉挺舒服的游戏。这个电池，我觉得如果打王者的话，能打1天嘞。接下来就开始总结吧。我们今天已经用了6小时40分钟手机，整体负载都非常高啊。我的 OPPO 最后还剩13的电，我的这个一加还剩28%的电。我的红米最后还剩22%的电。今天红米的这个表现呢，中规中矩吧，性能释放还可以啊。但是它的这个风扇，我感觉用处不是特别大，就它出风口在这个下方，我老是感觉它
吹出来的是冷风。对，我也感觉到了，就感觉它没有把机身体内的热量带出来，然后它顶部的边框又特别的烫，而且它下面那个地方，无论你怎么握手机，其实都会被风吹到啊，有点影响的。是的，然后呢，它在发热之后的亮度降的特别明显，对就感觉有2档阶梯式的猛降，对但是它帧率保持的还可以。后面王者也出现了一次掉链式对，，就是感觉它的那个性能调度有一点点奇怪啊有，一点点问题。但是开了狂暴之后就还可以了。它今天表现好的呢，就是步行导航和车载导航都还不错，啊，信号呢中规中矩吧。信号好的时候还好，你这个信号在这3台里面不算好的了吧？啊，信号好的时候就信号好，信号好嘞不好的时候它信号就肯定不好。切了吧，废话。你今天在这猛摸它的 K15 Pro 加在干什么？你不喜欢你的 A16 吗？我就完了，给你完了，这么快啊！我来总结我这没什么个表现好的一地方呀加。Ace6 Ultra 的表现。哎呀，这个依旧 Ace6系列套皮，好吧。然后呢，就是一加15的这个 SE 版本。要我说这个机器今天表现好的点，一个是在厕所的信号已经是一骑绝尘啊，再一个呢就是车载的导航还可以，还有就是那个步行轨迹也是比较3台里面最准确的。除此之外，因为由于这个另外2台都有风扇啊，这个不讲武德。所以说在温度方面呢，还是吃点亏，但是调度按我来感觉的话，其实还是可以的，不算差的。但性能释放是真的一般般吧。就只能不算差吧，好吧。然后呢，早上的时候，像我们在导航的中间刷美团，直接给我锁60了，这是我没有想到的。啊，这还不算差。然后呢，同样的位置就是让我想到了上期的某X9S Pro， 好吧，挺差的了，我觉得。其他的方面的话，它今天这个屏幕的亮度明显感觉到它跟小米这个策略是不一样的，一个是60赫兹，一个是保亮度但是降帧率，一个是保帧率降亮度啊。一会儿搞完修理你好吧。然后其他方面的话，今天电池的这个整体表现我觉得也可以，但是小米这个确实也不错了，因为它开了风扇呀。对，而且它电池只比我小50毫安时，然后呢，电量差6%，真的还好吧？对，真的还好了。你这个前置摄像头这个规格，再加上你这个卖这个价格，我觉得买的人是常熟阿诺，好吧？我不会买，这辈子也不会买，除非它像。我就有一个问题吧，就是你真的有差那么几百毫安时的电池吗？为什么不去买 A16呢？对啊，我也觉得就是9500比8E强多少呢？真的用不出来区别的。而且这个机器真的，我觉得只是跟 A46有处理器上区别，别的几乎用不出来区别的。其他的中规中矩吧，好吧，该你结束了。好了，该我 OPPO 开始洗了呀。我的这个处理器本来就差一点，电池本来也差一点，所以整体表现差一点是非常符合常规的。那价格呢？那么使用下来呢，确实使用会差一点，好吧？那价格呢？价格现在买的现在的二手减配的价格跟 K90 Max 是差不多的。OK， 为什么是减配的价格？我充电器卖的比较贵，可不可以？它今天使用下来确实没有什么亮点，也没有什么比他们好的地方。这不有亮点吗？这不1、2、3、3个亮点吗？啊，好多亮点，为数不多的亮点啊，到晚上才能看到啊，以及上面的一个尖键，这就是他们人无我有的地方啊。OK， 其他用下来就平平无奇，甚至导航方面比较差，尤其是车载导航。哎，刚刚打那个3角洲的时候，你用尖键了吗？我比较菜，我不会用尖键啊，其实就是感觉用不上是吧？但是它也可以用啊，王者和三角洲尖键都有3种触发的模式。那你王者用了吗？不需要。我主要是觉得你放在这个位置，你又不能够在拍照的时候用，感觉好尴尬，而且只给了一个，你知道吗？因为它上面是出风口，我也没有办法给2个。它给2个可以给，但是它本身你给了上面这个出风口之后，这个中间的这个电源键就已经很容易碰到了呀。这灵犀键键，我觉得以后还是要优化一下，比如什么相机里面可以再调用一下，因为它游戏里面就可以分短按、长按和摁住抬起。你这发布多久了？比你们早一点，好吧？这么久都没适配，那以后也没什么希望了。你有吗？哎呀，没有吗？没希望了。你有吗？没希望了。别吵，谁都能跟你这样子吵来吵去，什么意思啊？大家比较爱我吧，你知道吧？希望跟我有这个激烈的冲突。所以这个 K15 Pro 加除了外观的话，我觉得是没有什么可以跟他们比的地方。确实没什么可比的地方。确实，你那个价格也就那样了啊。那么拍照部分交给大师继续来说吧。我真的要说吗？今天这节说你拍照，我真的要说吗？很短的说一下吧。好嘞，没有特别多好说的，朋友们，就你现在花3000多块钱能够买到这样的拍照配置，那真的是有福了，好吧？以前3000多块钱你都可以买标准版的那种拍照旗舰了啊，就只有去年的2000多块钱的那个水平嘛。
一颗超广角和一颗一般的主摄，大概就这种情况了。甚至都不用2000。他们的拍照其实就是各个品牌的差异了，两台绿厂其实风格都还蛮接近的。红米的话就是红米的那个色彩呗，就是有一点偏冷。其他两台就是会偏黄偏暖一点。还有就是他们的前置镜头只有这个一加 S6至尊版前置最高只有1080P 30帧。我对于这样的配置的或者说这样定位的手机，我觉得他们前置我只要求到1080P 60帧就行了。不需要4K 60帧，但是你要给我一个可以录高帧率的这么一个选项，但这个地方说了一点配置我是想不到的。微信视频通话的那个前置其实是这个红米会比较好一点，因为它视野比较广一点，但后置它就会比较窄了。其他两台的话颜色就比较自然一点吧，但是视野范围的话前置就是没有红米广了啊。反正这几台手机拍照就这样了，就不说太多了。好的，那么总结一下之后我个人感觉。这3台里面，我比较推荐这个红米的 K90 Max 因为它还稍微便宜一点。对，而且你是喜欢这个裤衩后壳吗？就喜欢这种裤衩。你自己可以去换，好不好？对。然后另外2台的话呢，这个 A46至尊版，如果降价的话还是比较推荐，但是我觉得可以去买 A46了，好吧？然后这个呢，就是喜欢 K 系列、喜欢灯、喜欢帅，那就买它。好了，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大家如果喜欢我们的视频，不要忘记了一键3连加关注。更多精彩视频，你继续关注离线玩家 online，我们每天都见，这么散，这么散，再见，好嘞，拜拜，比索60赫兹，拜拜，比索60，你说干啥？不要吵了，不要吵了。